我直播鉴宝，连线到高中校花，他拿出一只绣花鞋，我说这是明朝的，他哈哈大笑，说鞋是他嫂子的。不可能，这上头的尸油都快包浆了。校花不服带嫂子来我家证明，我才发现那是一具血尸，血尸每月15，9窍出血，需要吸食大量人血补足。而今晚就是15。我叫慕容月，是京大考古专业的学生，也是一个著名的直播网红。闲暇时候，我会在网上直播鉴宝，赚点生活费。前几天，我无意间连线到顶刘明星周胜，认出他奶奶是一具千年皮尸，直播间一夜之间涨粉100万。当晚观看了直播的粉丝，有一部分成为我的铁粉，更多人却觉得那是一场炒作，两方人马每天都在直播间吵架，热闹非凡。今晚，我像往常一样连线直播，对面的画面闪了闪，镜头中出现一只惨白的手，一道沙哑的嗓音传来：“听说你会看东西的年份啊，你看看我哪年的？”那只手指纤细修长，骨节匀称，皮肤却是灰白色的，透出一种异样的病态感。弹幕立刻热闹起来。卧槽，这该不会也是个皮尸吧？真的有僵尸主动连线主播了。慕容月，你是我 YYDS， 神经病，太假了你们！主播怎么找了这么多托呀？还怪能给自己捧哏的。我盯着画面中的手，淡定地点点头。先拍购物链接吧。我直播向来都是先收费再开奖。那人点下左下角的小黄车，忽然尖叫起来。上个月不是800一次吗？怎么变1800了？800一次是1000粉时候的我，你看看我现在多少粉丝了，能一样吗？我不耐烦地冷哼一声。少废话，你拍不拍呀？后面多的是人排队呢。对面愣了1秒，骂骂咧咧地拍下链接。行，拍，你鉴别不出我的年份就退款。左下角跳出成交的提示，我看着那只手食指上月牙一样的疤痕，翻了个白眼。2004年的，姓孙。哥，哎呀，讨厌，慕容月，没想到你这么快把我认出来了。画面一转，对面关掉变声器和滤镜，露出一张娇俏明媚的脸，我高中同学孙可可。孙可可是我们高中时的校花，白富美一个，也是现在小有名气的带货网红。我还没说话，她已经对着镜头滔滔不绝介绍起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是慕容月的高中同学。没想到呀，慕容月高中时候闷葫芦一个，现在居然能这么出名，有这么多粉丝呢。他家条件不好，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爷爷还坐过牢，现在能走到这一步，我真替你高兴啊，慕容月。听到他提爷爷，我不悦地皱了下眉头。鉴定完了吧？没事，我切直播了。什么意思？主播的爷爷坐过牢，因为啥事进去的？该不会是诈骗吧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那主播能是什么好人啊？肯定也是炒作的喽。对呀，这典型的渣2代呀，刺激。弹幕很多人开始质疑我的身份，我正要切掉连线，孙可可眼疾手快，又拍了个链接。干嘛啦？现在人红了，对我这么不耐烦，老同学叙旧也不可以哦。我是真的有东西要找你鉴定，慕容月，帮我看看这只绣花鞋能值多少钱。孙可可从旁边的名牌包里取出一只红色的绣花鞋，摆在镜头前面。咦，我眼前一亮，推了下鼻梁上的眼镜，盯着屏幕前的鞋子仔细观察。本来不想搭理孙可可，可我向来是个古董痴，看着没见过的物件就挪不开眼睛。而这只鞋子却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！这是明初的云纹缎面合色鞋。合色鞋又叫拼色鞋，宋代以前鞋子都是单色的，直到南宋宣和末年，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：妇女鞋底间以2色合成，名曰错到底。古代封建社会，女性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，一双左右颜色不一的拼色鞋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刻板规矩的反叛，受到妇女们的热烈欢迎，迅速盛行全国。自南宋之后，元明清更进一步，在2色的基础上，又发展出了多种颜色的合色鞋。孙可可手里的这双合色鞋，用了酱紫、桃红、绯色3种深浅不一的红色系，再配以藕荷色云纹，色彩艳丽大胆，十分精美。噗，哈哈哈！慕容月，你再仔细看看，你确定真的是明代的吗？孙可可憋着笑，把鞋子往镜头前又凑了凑。你仔细看看，可不要看错了。不会错的，你看这上头的刺绣是元明时期才开始成熟的环边绣，这种绣法现在都快失传了，没几个人会。而且元代已经盛行裹足，元末时期社会动荡，裹足的人变少了许多。等明朝立国稳定之后，又开始盛行。这种天足尺寸只能是元末明初那个特殊时候的。主播真的专业。是啊，历史知识好丰富啊，这鞋子的刺绣看着确实精美，一看就不是现代能伪造出来的。对呀，那些说人家爷爷的跟主播鉴宝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人家还不一定是什么原因进去的呢，说不定是打架酒驾什么的，可别乱冤枉人。听我说完，弹幕里又有许多人开始支持我。孙可可鼓着腮帮子，肩膀不停地抖动，一副强忍着笑的模样。尊都假都，慕容月，这么厉害的鞋，那得值多少钱呀？我低咳一声，满脸严肃。3年以上吧，这种好物件，可遇遇不可求，求啊！什么3年？孙可可的笑僵在脸上，一脸茫然。啥意思啊？我问你多少钱？我说了，3年以上啊，倒卖出土文物，3年起判。
你这鞋子一看就是哪个兜里刚倒出来的，如果是别人卖你的，你主动上交，赶紧去投案自首吧。弹幕哗然，主播可真行啊！激动，看了这么多鉴宝直播，总算也让我遇上这种场面了。我认识可主播，他家挺有钱的，应该不会故意去买这种盗墓出来的古董吧？他肯定是被人骗了。不管骗不骗，这么多人看着，东西肯定要拿去上交的。孙可看了好一会弹幕，才反应过来，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反而两手一拍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慕容月，你可真能扯呀！你要笑死我！哈哈哈！哎呦，什么明朝还盗墓？这鞋是我嫂子的，她刚刚才从脚上脱下来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错愕地皱起眉头，弹幕已经炸了锅。笑死！怎么又翻车呀？前面说他专业的人呢，就问你脸疼不疼，还刺绣精美，一看就不是现代能伪造的。哈哈！你收了主播多少钱啊？什么呀？你们怎么不说是孙可骗人呢？他肯定不敢承认这东西是非法的呀。就是慕容月讲解的这么好，怎么会看错？肯定是孙可骗人。呸！明明是慕容月翻车还不承认，水军都滚吧！弹幕炒成一锅粥，我盯着屏幕上的鞋子看了又看，斩钉截铁地摇头，这绝对不可能的。孙可，这肯定是刚出土没多久的老物件。一般的纺织品，就算在墓里也会被氧化的厉害，能保存的这么好，就只有一种方法，那就是泡在水里。有一种特殊的尸体叫尸尸，古人把尸体泡在特制的棺液中，密封下葬。这种尸体因为保存完好，肌肤依旧保有弹性，四肢关节也能活动。其中最出名的尸尸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辛追夫人。据说辛追夫人刚出土的时候，还依然保持着生前的样貌，是有史以来保存最好的女尸尸。这种尸体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尸体会分泌出尸油，溶解在棺液中。你看你这双鞋上头的丝线色泽明亮，透着一层油润的光晕，那是尸油包浆了。这层包浆能完好的保护鞋子，但是时间一久，必然也是要氧化破损的。所以你这肯定是刚从斗里掏出来的东西，不超过3天。听起来很有道理啊，那孙可是骗人的。你还别说，仔细看，鞋子表面真的有一点油汪汪的感觉。我相信慕容月。装什么呀？这种东西给我1分钟，我能给你编300字。慕容月被揭穿了就瞎扯呗，还找这么多水军洗地，笑死人了。你才是水军，我也信慕容月。孙可还说那是自己嫂子的，难道他嫂子就是那具尸尸吗？啊，尸尸和皮尸一样，也是僵尸的一种吗？妈，你快来抱紧我！弹幕又开始刷屏各种佛祖菩萨5星红旗，我无奈的笑笑。那倒不太可能，僵尸一般都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下产生，而尸尸保存完好是不会尸变的。孙可，你自己早点把东西交到派出所去吧。评论里大部分观众都相信我，孙可气得仰倒。什么呀？你们可不要被慕容月给骗了，他高中就爱胡说八道吹牛，这个毛病现在也不改。我今天跟他连线，就是要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孙可一边说，一边站起身，朝前方挥手。嫂子，快过来，这里。镜头一转，画面中出现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，鹅蛋脸，柳叶眉，一副标准大家闺秀的长相。这是我嫂子柳英，她这样能是什么尸尸吗？孙可拉着他嫂子坐下来，把那双绣花鞋摆在镜头前面。嫂子，你快告诉他们，这鞋子是谁的？明亮的咖啡厅里，柳英落落大方地坐在沙发上和大家打招呼，橙黄色的灯光落在她身上，打了一层光晕，整个人显得温婉柔和。还没说话，就让人先信了3分。柳英捂着嘴，羞涩一笑：“这是我自己绣的。”啊，这姐姐气质好好啊，姐姐贴。人家正主都出来证明了，慕容月，看你还怎么解释？对呀，看错就看错了呗。鉴宝节目里专家打眼也是常有的事，更何况隔着一个摄像头，错了就认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一定吧？也许他是和孙可串通好的呢，凭啥他说你们就信啊？慕容月没有看错，为什么要认？水军够了没有啊？人家证据摆面前了，还搁那睁眼说瞎话呢？弹幕又吵成一堆，很大一部分人都相信孙可。孙可得意洋洋，抬着下巴。慕容月，你根本不懂鉴宝，前几天的事也是炒作吧？就靠一场炒作，涨了上百万粉丝，可真有你的。孙可看了眼直播间的观看人数，满脸嫉妒地盯着我。我知道你不会承认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孙可站起身，镜头转向落地窗外，我才发现这居然就是我家附近的咖啡厅。孙可一边介绍，一边带着他嫂子朝我家的方向走。大家好，我叫孙可，大家也可以去我主页关注我，我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开播哦。搞半天，这个主播是来蹭流量的呀？对呀，说慕容月炒作，你该不会和你这个嫂子也造假炒作吧？这是看人家火了眼红呢。孙可扫一眼弹幕，又捂着嘴笑。我可不像慕容月，穷的叮当响，需要靠这种炒作博知名度赚钱。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，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，看不得别人弄虚作假的。我嫂子既然说鞋子是她自己绣的，那我们肯定有证据可以证明。说完，孙可在一座老旧的院子前停下脚步，
用力拍门。慕容月，开门！铁门剧烈晃动，上头的红色漆粉扑簌簌地往下掉。爷爷从躺椅上弹起来，警察来了，快跑！一边喊一边冲到墙角，抱起一堆瓦罐花瓶。我忙丢下手机，从房里出来。爷爷，你慌啥？这都是你正经从古玩市场淘的，你跑什么呀？哦，对。爷爷拍拍胸口，职业病犯了，这谁呀？大晚上砸门，吓死老头子了。门外传来孙可可尖利的嗓音：慕容月，开门啊！不敢跟我对峙，怕穿帮吗？我头疼地看一眼铁门，实在是不想开。孙可可有毛病一样，完全不尊重别人隐私。幸好我们家在城中村，家家户户大门都长差不多，他没拍门牌号，别人应该还是不清楚我家具体位置的。我一个高中同学拿个物件叫我长眼，完了又不信我说的，飞上门来对峙，烦死了。爷爷窃笑一声，这正常啊，你同学刚进这行吧？新手都对自己的东西有盲目的自信，很多就算鉴定机构出证书了，也死活不信呢。不是，那东西是真的，明初的云纹缎面合色鞋，品相很好，他非说是假的。什么？明初的绣花鞋还品相完好？爷爷眼前一亮，走过去拉开铁门。孙可可和他嫂子站在门口，他一手拿着手机直播，另一只手从包里掏出那只绣花鞋。慕容月，你可总算开门了。来，看在同学的份上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再说一遍，这鞋子生是明代的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手中的鞋子几乎泛着一层妖异的幽光。爷爷只看了一眼，就拍掌大笑起来。疯丫头，你这本事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这种色泽的鞋子还明代，现代还差不多。爷爷在那哈哈大笑，弹幕哗然。这就是主播那个坐过牢的爷爷，看着慈眉善目的，不像坏人呀。他也是搞鉴宝的，笑死了，直接把自己孙女的脸按在地上摩擦。对呀，水军们，这可是你们主子的爷爷自己否认的哦，你们继续洗呀，我看看你们还能洗成啥样。孙可可一愣，捂着嘴，笑得前仰后合。哈哈哈，慕容爷爷，还是你眼光好呀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慕容月，你本事都是跟你爷爷学的吧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真的生气了。爷爷，你看清楚了再说话，这鞋子怎么可能是现代的？你看看它的绣工，它的面料。我拉着爷爷走到屋子里，把鞋子举起来，对着日光灯看。慕容山，你再仔细看看。孙可可举着手机，跟着走进来直播，留下柳莹一个人站在门口。他转头朝我们看了一眼，缓缓伸手锁上大门。咦，这是环边绣，这是暗花缎，不对呀，这东西怎么保存的？爷爷伸手在绣花鞋上摸了摸，又拿过鞋子，凑到鼻尖一闻，整张脸都皱了起来。好家伙，一股尸油味，难怪。小姑娘，恭喜你呀，刚才是老头子走眼了，你这确实是明初的鞋子，好东西。这要是有一双的话，得20个 W 往上。你和我们家小月是同学吧？不如这样，我出直播鉴宝，你把这双鞋子卖给我怎么样？爷爷一脸垂涎地盯着鞋子，孙可可气得柳眉倒竖，劈手抢过那只绣花鞋，翻个白眼道：装什么呀？刚才还说是假的，现在又立马改口，你们祖孙合起伙来骗人是吧？难怪慕容月高中就爱骗人，感情都是跟您学的。弹幕，对呀，怎么东一句西一句，是才反应过来，给自己孙女打掩护吧？我看不像，应该是刚才外面灯光昏暗，主播爷爷没仔细看。就是尸油到底是啥味道？我刚截图他皱脸的样子当表情包了，感觉不像是演的。什么话都让你们说了，水军真厉害，多少钱请的呀？就主打一个死活不承认是吧？我拉过爷爷，朝他眨眨眼睛。嗨嗨，爷爷，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土里刚出来的东西能买吗？爷爷恍若大悟，我去，难怪好好的物件非说是假的，搁着跟老头子下套呢。爷爷义正辞严地看着孙可可，小姑娘，倒卖文物是非法的，你这东西我们不收。年纪轻轻，可别走了歪路啊！这鞋子你拿回去，上交国家吧。孙可可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本来只想揭穿慕容月一个骗子，没想到啊，果然是家学渊源。慕容月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你死活不承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孙可可得意地勾着唇角，伸手掏进包里，拿出另一件东西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孙可可手里拿着一块手帕，和鞋子上那桃红色的暗花缎是同一块料子。他一只手握住了半边帕子，我和爷爷凑过去，头对着头，一起盯着料子看。爷爷激动得手都抖了。啊，这就是鞋面上的料子，保存这么好的料子，真是罕见啊！你看这环边绣法，小姑娘，你把手松松，这绣的是啥？孙可可一边憋着笑，一边肩膀乱抖，把手松开，看清上面的东西。我和爷爷人都傻了，那上头绣的居然是一只小猪佩奇！哈哈哈哈，你们两个要笑死我！继续说啊，这环边绣法怎么了？这是明朝的帕子不？我和爷爷吃惊地张着嘴巴，像两个傻子。弹幕直接爆炸，哈哈哈！什么鬼呀？哈哈哈！我他妈笑得原地一个后空翻，刺激，太刺激了！明朝的小猪佩奇，哈哈哈！我笑出猪叫声。家人们谁懂啊？前面的水军，快出来洗呀！人呢？怎么都消失了？洗不动了吗？
我盯着帕子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不可能啊，这上头也有尸油，肯定是和那鞋子一个关里的。爷爷眉头紧皱，这丝线倒像是新的，也不对，等会我去拿放大镜。孙可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扬眉吐气。怎么样，我就说我不会骗人吧，那个小猪佩奇是我嫂子前天刚给我绣上去的。这块手帕和鞋子布料绣法都一模一样，是不是就证明了那双鞋子也绝不可能是明朝的？大家记得去直播间关注我哦，要不是我呀，慕容月还不知道要骗多少人呢。我这人就是主打一个刚正不阿，看不得别人弄虚作假的。主播做得对，我反手就是一个关注。对，我早说了，这慕容月是骗人的，真把观众当傻子呢。看着关注人数蹭蹭蹭往上涨，孙可可心花怒放，拿手机把廊下那堆瓶瓶罐罐也拍了一圈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就是卖假古董骗人的，慕容月的爷爷以前就是……嗨，算了，反正你们心里明白就行。我和爷爷顾不上管他，把布料拿进书房的工作台，打开高瓦数台灯，拿放大镜仔细看。布料表面其实还是有轻微的腐蚀痕迹，不过那针线确实像新绣上去的。我看了一眼孙可可，小声问爷爷，难道这孙可可的嫂嫂是什么古绣法传人，故意做这个局，跑来打我脸呢？那也不能在这么好的料子上绣小猪佩奇呀，这不是毁东西吗？爷爷捻着胡须摇头，也不像，疯丫头，你看仔细了，这针线上头也有一层薄薄的尸油。尸油这种东西浸润到布料里，表面看不出异常，可是对着放大镜还是能明显看见最外头一层颜色会深一点。这可真是奇了怪了，新的针线怎么会有尸油？除非这是那具尸尸自己绣上去。我戛然而止，悚然瞪大眼睛，和爷爷两个一起转头看向站在院子里的柳莹。咕咚，我吞了口水，嗓音发颤。爷爷，是你教我的吧？尸尸是不会尸变的。我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，我手机还架在书桌旁，直播依旧开着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佩服慕容月了，宁愿怀疑一具尸体绣花，也不肯承认是自己看走眼了。我做人就是缺少这种自信啊。说实话，我也很佩服你们水军，就这还能挑出优点夸呢。就是他不承认也没用，他们自己都说了尸尸不会尸变，把话堵死了。我看看他等会怎么收场。对，越是这种嘴硬的人被打脸，那才叫一个好看呢。这算啥呀？估计他爷爷会找办法圆，等着看吧。这祖孙一张嘴就是胡说八道。爷爷后退2步，脸上闪过一抹犹疑之色。论理是不会的，只除了一种特殊情况。弹幕：嚯，楼上预言家呀，这老头果然开始圆谎了。笑死，我倒要听听他还能编出个啥玩意来。爷爷警惕地看着柳莹，压低嗓音，有一种特殊的僵尸叫血尸。尸尸已经罕见，血尸的产生更是极为偶然，须得把鲜血浸满棺液，而且重新封棺749天以上才能形成血尸。我也是听我师傅说起过，说是2个盗斗的，为了抢一枚口函打起来，其中一个把另一个人杀了，血流了一棺材，那尸体煞变成血尸，惹下好大麻烦。年份久的血尸不惧阳光，青天白日也能出现在人堆里。那姑娘要真是个血尸，咱爷俩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。爷爷故作轻松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放心吧，爷爷给你算过，你八字硬，起码活到90岁。而且血尸每月15，九窍大出血，今天正好15，你看他不是啥事也没有吗？我困惑地挠挠头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这料子到底是啥情况啊？弹幕：还能是啥情况？大姐，你就不能承认是自己看错了，那就不可能是明代的东西。我真服了，家人们，小猪佩奇的手帕呀，还要在这里应援。慕容月全身嘴巴最硬，就他这张嘴，烧成骨灰了嘴还能剩着。对呀，太可笑了吧！世上要真有血尸，我他妈直播倒立吃屎。楼上的，上回皮尸的时候，有人也说要吃屎，到现在还没吃。我加你好友了，你通过一下，没别的意思，主要没见过人吃屎。行啊，打个赌，要没有血尸，你吃吗？我给你拉。弹幕刷得飞快，孙可可没注意到，他自顾自地在院子里拍了一圈，介绍的口干舌燥。慕容月，到你家来做客，怎么连杯水都没有？哦，来了。爷爷继续盯着鞋子和那块手帕研究。我走到厨房里，倒了2杯水，把水递到柳莹手中的时候，杯子中忽然落下一个红点，红点氤氲，整杯水都染成了红色。我抬头一看，脑子瞬间一片空白。孙可可尖叫起来：“嫂子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”慕容月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帮我嫂子拿纸巾啊！我同手同脚地走回屋子里，把纸巾丢给孙可可。孙可可扶着柳莹在躺椅上仰面躺下。我心跳如鼓，手脚发凉，耳中嗡鸣声一片。9窍出血，这是巧合吧？我四肢僵硬地走回书房，拉住爷爷的胳膊。弹幕吵成一团。卧槽！卧槽！说9窍出血就流鼻血，主播快跑啊！这肯定是巨血尸。楼上的9窍到底是哪里9窍啊？有没有科普的？双眼、双耳、口鼻，还有下边3窍，所以等会眼睛、嘴巴也会流血，吓死人了！快跑！神经病，流个鼻血就是血尸了，能不能有点科学常识啊？上次周胜划破他奶奶小腿的时候，你们也是这么说的，科学常识重要还是命重要？
水军又开始了，证明有写诗，显得慕容月没看错东西呗，你们别太离谱。爷爷不耐烦地拍开我的手，有事说事，把你这鸡爪拿开。我嗓音发颤，爷爷，鼻血，他流鼻血了。爷爷埋着头，满脸着迷地盯着手里的绣花鞋。这么大个人了，流鼻血自己拿纸擦擦，别烦我。我急得跺脚，把他手里的绣花鞋一把抢过来。不是我，是柳莹，孙可可的嫂子流鼻血了。我伸手指着门口，爷爷不满地瞪了我一眼。谁流鼻血你也谁？躺椅就摆在大门旁边，挡住了出去的路。我和爷爷站在书房里，看着柳莹的方向，两腿止不住地打颤。家里没后门，我和爷爷对视一眼，默契地开始贴着墙，一左一右，慢慢地往铁门的方向移动。管他是不是写诗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先跑出去再说。柳英闭着眼睛靠在躺椅上，脸上还盖着一张餐巾纸。我屏住呼吸，3步2步1步，绕过躺椅就能靠近大门了。就在这时，孙可可忽然盯着手机喊了一声：“血诗！”哈哈哈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慕容月，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孙可可坐在躺椅旁边的竹凳上，一边看弹幕，一边拍着膝盖大笑。为了否认自己看走眼，编的这都是啥？她笑得直抹眼泪，还把手机递给柳莹看。嫂子，他们说你是写诗，笑死人了，哈哈哈！弹幕：卧槽，背地里编排人家是写诗，被正主看见了。说实话，我都替慕容月感到尴尬。对呀，这场面好社死啊！你们在说什么？尴尬什么东西啊？我只替主播害怕，呜呜，快点跑吧，主播！害怕+1，害怕加10086，我已经随时准备把手机扔掉了。无语，你们一个个被慕容月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学诗皮诗，都清醒一点吧！祭出这张爱因斯坦，科学之光照耀你们！孙可可笑得捂着肚子喘气，佩服啊，慕容月胡说八道的本事越来越厉害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高中时候我们班去春游，一个男生发高烧，慕容月就搞什么立筷子驱邪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那个男生病得更严重了。第二天他爸妈来学校，他妈揪着慕容月打好几个巴掌呢，还让他爷爷赔钱。慕容月，这才几年，你写的检讨就全忘了？又在这忽悠神神鬼鬼这一套。哎呦，还9窍出血，搁着拍灵异片呢。其实我立完筷子，张浩就好了。他后来病情加剧，是因为回家吃坏东西，得了急性肠胃炎。他爸妈知道后，也上我家给我道歉了。孙可可却故意隐去后面的事情不说，引导观众误解我。可我没时间跟他计较了，因为柳莹忽然坐起身看着我们。9窍出血，他伸手把塞在鼻孔里的餐巾纸抽掉。是这样吗？月光下，柳莹面色惨白，她盯着孙可可，用力眨下眼睛，眼睛下方流出2行血泪。她咧嘴一笑，猩红的嘴角也有鲜血溢出，紧接着两旁的耳朵里鲜血喷涌而出。孙可可人都傻了，嫂子你别开玩笑！屏幕前的观众瞬间鸡飞狗跳。卧槽卧槽！我吓得把手里的苹果扔出去了。真的有血尸！林正英保护我，幸好我在床上，被窝之神会保护每一个孩子。假的吧？妈的，搞了这么半天，这孙可可和慕容月联合炒作，逗我们玩呢？对呀，他们2个本来就是高中同学，把我们当傻子耍，真气人。这种血包，剧场里多的是，网上都有卖的。所以现在是搞拉踩，先把慕容月踩下去，这孙可可就起来了，他才是幕后大老板。慕容月也不一定就下去了，有争议才有热度嘛。我估计待会还要表演一个3人联手制服写诗，流量又涨一波。楼上预言家，我信你。孙可可还握着手机，画面正对着2人，直播间的人气涨得飞快。他茫然地转头瞥了一眼，自己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炒作。嫂子，你是故意？没等孙可可说完，下一秒，柳莹直接伸出手，手指甲瞬间变长，掏出了孙可可的心脏。鲜红的心脏在惨白的掌心跳动，扑通扑通，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都被戳死。吓尿了，卧槽！救命啊！快报警，快报警啊！怎么办啊？慕容月家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他们这个大门的风格和我们旁边村子好像啊？我好怕！屏幕前有没有大师？快去救人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不是炒作吗？怎么就杀人了？卧槽！孙可可瞪大眼睛，喉咙里发出无意识的粗喘声，身子一软，倒在地上。柳英收回手，笑着看向我们。我和爷爷对视一眼，扭头就跑。我们飞快地冲回书房，把门关上。柳英没再追，而是走到孙可可旁边蹲下来，把头凑到她胸口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吸血。她是笃定我们跑不了，想先安心享用自己的食物。我快吓尿了，咋办啊，爷爷？孙可可死了，她就这么死了，没用的东西，还愣着干啥？快摇人啊！爷爷飞快地把书桌推到门后面顶上，只留一条缝隙，然后从桌上拿了一盒朱砂放在门顶。他又把祖传的乾坤镜挂到窗上，然后拉着我一起在窗户旁边蹲下来。等会写诗会从门口进来，朱砂能遮鬼眼，到时候咱们就翻窗跑。书房里这盒朱砂是爷爷以前收的清代老朱砂，朱砂至阳，
到时候砸到血尸头上，能冲击他的阴气，让他短时间内看不见东西。见爷爷这么沉着，我也立刻冷静下来，蹲在窗下掏出手机，发短信给上次认识的地师乔墨雨。乔墨雨，我家有血尸，快来救我们，地址是某某街某某路某某号。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大妥当。爷爷说地师一脉的人性子都很古怪，动不动说什么因果循环，出不出手全凭自己喜好，以他们之间的交情，不保证每次都能摇到人。但是乔墨雨很爱吃，他最近住在京城，每天问我3遍京城有哪些好吃的店。我重新编辑了一条信息：乔墨雨，我爷爷炖了羊蝎子，妈呀，香死了，快来我家吃，地址是某某街某某路某某号。对面秒回：羊蝎子没吃过，在出租车上了。我刚松口气，就在这时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撞飞了。血尸站在门口，浑身衣裳都被鲜血染透了。那盒朱砂跟房门一起被顶飞，掉在我们身前。疯丫头，逃！爷爷忽然一把抱住我，把我甩出窗外，然后自己朝那盒朱砂扑了过去。我目眦欲裂，死死扒着窗口。爷爷！血尸扑到爷爷身前，伸出长长的指甲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爷爷忽然转了个身，面朝上，怀里还抱着那面乾坤镜。啊！乾坤镜发出一道光芒，血尸惨叫一声，爷爷一咕噜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转头看见我还在窗外站着，气得瞪大眼睛。叫你跑！你这蠢驴！啊！哦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爷爷可是从皮师手下逃生过的人，他从14岁起就跟着他师傅斗斗，这几十年经历过无数艰险，没我想的那么弱。我顾不上其他，转身朝门外冲，刚跑了几步，忽然从天而降一个黑影，拦在我身前。那具血尸站在我面前，咧嘴一笑，牙齿被鲜血染得通红。你看起来很好吃。血尸伸手过来，我侧身一避，被他一掌扇飞，摔在地上。血尸一步一步朝我走过来，我挣扎着往后退。就在这时，窗里忽然砸出一个花瓶，撞在血尸胸口，摔得粉碎。爷爷从房里冲出来，一手拿着一枚砚台，一手拿着那盒朱砂。看招！砚台砸在血尸脸上，血尸眼皮都没动一下，发出一声轻蔑的笑。吃！下一秒，红色的朱砂漫天飞舞，血尸惨叫一声，捂住眼睛。爷爷趁机一把拉起我，带着我往楼梯上跑。你这没用的东西，叫你平常多锻炼，每天给我睡到日上3竿。马桶上站起来都眼前一黑的人，哪个大学生像你这么没用？我很惭愧。爷爷一边飞快地爬楼梯，一边还能抽空数落我。我被他拖得要飞起来，喘成一条狗。上次对付皮师的时候，皮师的主要目标不是我，我就躲在门后照照镜子，还以为想要除魔很容易呢。哎，楼上有2间卧室，爷爷冲到自己房里，打开衣柜的门，眼前一亮。咦，这还有一具纸扎人，差点把这东西忘了，这是朱家的纸扎人，咱们爷俩的命靠他了。纸扎匠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属于4小阴门之一。人死后都会给死去的亲人烧纸，纸扎人也会被当作祭品烧给死者。把自己的头发烧成灰，或者用指尖血抹在纸扎人身上，纸人有自己的气息，就能当替身。爷爷扎破我的指尖，把血抹在纸扎人额头，然后把那具纸扎人塞进床底。他自己躲进衣柜，拿个黑驴蹄子塞给我，让我躲到隔壁房间去。我在房里转了一圈，听见楼梯上咚咚响的脚步声，一着急躲进了厕所，还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了。锁完才感觉自己犯了个蠢，血尸力大无穷，一扇门能起什么用啊？寂静的夜色中，院子里的桂花树影从窗户投射进来，落在我脸上。血尸沉重的脚步声在过道里响起，每一步都像鼓槌一样，重重擂在我心头。我坐在马桶上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听见血尸打开了隔壁的房门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等等，他打开的好像是我的房门。脚步声在厕所门口停下，我屏住呼吸，握紧了手中的黑驴蹄子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背上全是冷汗，强撑着，双眼死死盯着厕所门。下一秒，脚步声又响起，却是冲着门外。血尸离开了我的房间。我向后靠在马桶背上，手脚发软。我听见隔壁房门打开又关上，隔着一道门，不知道里面都发生了什么。爷爷不会出事吧？爷爷应该没事的。我是不是又拖爷爷后腿了？我应该趁现在跑到楼下去。乔墨雨怎么还不来呀？我脑子里乱七八糟，视线余光，忽然瞥见一道黑影从窗户闪过。我顿时浑身一僵，我这是在2楼啊！那道黑影停在窗户上，我僵硬地转过头，然后就看见一只绣花鞋飘在窗外。卧槽！我吓得魂飞魄散。下一秒，隔壁传来爷爷的惨叫声。爷爷！我打开厕所门，朝外冲去，正好看见隔壁房门粉碎，爷爷飞了出来。血尸从房里走出来，手里还提着一具扯得粉碎的纸扎人。他看向我的方向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疯丫头，快跑！妈的，老子跟你拼了！爷爷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，把黑驴蹄子砸到血尸脸上。血尸用力拍出一掌，爷爷被打得在过道上一个滑行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爷爷！我惨叫一声，追在爷爷身后。爷爷一路滚到1楼，瘫在地上，嘴里吐出几口鲜血。丫头快走！爷爷！
要走我们一起走。呜，你没事吧，爷爷？我哭着扶起爷爷，这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我把爷爷背在身上，步履艰难地朝门口走去。不知道为什么血尸没追上来，我心中涌起一线希望，眼看着铁门就在眼前了，忽然从天而降一黑影，血尸拦在门口，朱砂的效果已经退了，他睁开眼睛看着我们，眼中血红一片，差点忘记了这血尸会飞，希望变成了无尽的绝望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道不耐烦的敲门声。慕容月，你有毛病啊，大晚上看葫芦娃就算了，电视还开那么响。爷爷，我在街口就听见你这屋里的响声了，咱大学生能不能有点公德心？是乔墨雨。乔墨雨到了，可是血尸拦在门口，我根本没法过去给他开门。乔墨雨又用力拍了几下，血尸忽然鼻子抽了抽，闻起来比你还好吃呢。血尸走过去，拉动插销，打开铁门。乔墨雨站在门口，旁边还站了个英俊高大的男生。江浩言，就是这里啦，他爷爷做的羊蝎子超好吃。看清站在门口的血尸，乔墨雨大吃一惊，他向后看了我一眼，见我背着爷爷，也是满身狼狈，更惊讶了。怎么了？你家瓦斯爆炸了？乔墨雨面色犹豫。那羊蝎子还有吗？我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指着柳莹，他是血尸。血尸已经朝乔墨雨扑了过去，乔墨雨身姿敏捷，原地一个打滚，一手结印，轰出一记掌心雷。血尸见到乔墨雨不好对付，神色立刻警惕起来。乔墨雨怒气冲冲，是你炸了慕容月家的瓦斯，我打死你！接下去的局面一边倒，血尸出血之日本来就比平常弱了许多，乔墨雨又是盛怒之下提着七星剑，左一剑右一剑，血尸浑身都开始冒血。血尸见势不妙，转头就要跑，我看见他拔地而起，飞上天空，正暗叫不妙。紧接着一道雷光从空中劈下，血尸变成焦炭落在地上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我满眼羡慕，真牛逼啊，跟特效似的，同样是大学生，为什么他能引雷，而我只能在网上引战？我们没注意到孙可可的手机掉在地上，直播依旧在进行。急死了，到底怎么样了呀？有没有人去看看？慕容月和他爷爷没事吧？对呀，刚才那个说住在附近的，快去看看啊！神经病，去送人头吗？你咋不去？各位，直播可以做特效吗？我还是不相信刚才那一幕，简直太离谱了。对啊，我现在还没缓过来，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血尸，我也不相信，我还是感觉这是特效炒作。就在这时候，屏幕上一道黑影腾空飞起，卧槽卧槽卧槽，你们快看，血尸飞起来了！天哪，是真的，它真的会飞！妈呀，它不会来我们家！操，那是啥？雷光，它在渡劫！大家不要害怕，它好像渡劫失败了，它掉下来了。乔墨雨瞥了眼地上亮着画面的手机，走过去关掉了直播。这东西可不能乱拍呀！嚯，这姑娘是被血尸咬死的。我点点头，把爷爷从背上放下来。爷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爷爷，你别吓我！爷爷，你没事吧？我心头剧痛，嚎啕大哭起来。爷爷，我都听你的话，我再也不睡懒觉了。我每天锻炼身体，我每天陪你去公园打太极。你说要看着我嫁人，以后给我带曾孙的，你醒过来啊！乔墨雨走过来，伸手放在爷爷鼻息一探，翻个白眼。行了，别耗了，你爷爷昏过去了，快打120吧。爷爷去医院检查完，肋骨骨折，其他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要养好几个月。警察也来我家调查了，视频显示柳莹杀人，但紧接着他又被雷劈死了。这案子倒挺好结，典型的恶人有恶报。案情在网上公布，引起一片哗然。变态杀人犯又被雷劈死，总比血尸更让人容易接受。我很想不通，活了快20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些东西，这短短几个月的功夫，又是皮尸又是血尸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乔墨雨叹口气，有人在兴风作浪，这世道要乱了。而且你是身亡有任之命，现在正逢流年冲刃，天克地冲，大凶啊！你不找事，事也会找你，躲不过去的。我希望他算错了。可是很快，乔墨雨的话就应验了。